美俄会谈3小时，特朗普制裁悬了。美乌大力合作，资源换军火，痛击俄能源经济。库尔斯克周年祭，俄军 S-300狂轰自家基地。布良斯克、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全面起火，俄后方被炸烂。米格29上演绝命猎杀，俄军基地瞬间蒸发。未来战争已至，乌克兰战场布满光鲜。新入侵开始，俄炸药无人机入侵立陶宛。日本封印解除，最强战舰首次出口。精彩资讯马上开始。8月6日，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到访莫斯科，与俄领导人普京会谈3小时。虽然结果截止撰写本文时，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均未发布正式公告，但火力军怎么感觉特朗普的制裁有点悬了？战争研究所报道称，普京于8月6日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但会晤的具体结果并未透露。只有俄总统助理尤里马沙科夫打哑谜的宣布，双方的会晤是有用且建设性的，称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信号，并没有提及任何后续行动。乌沙科夫表示，在维特科夫向特朗普通报结果之前，克里姆林宫将不会就谈判发表进一步声明。仅从当前的美俄表态来看，特朗普的制裁可能有点悬了。而且特朗普如果一开始就有下定决心，即设定俄罗斯在8月8日后不停火就制裁，何必派维特科夫再跑一趟呢？只能说特朗普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制裁俄罗斯，而是达成协议。俄罗斯也早已经看透特朗普的最后通牒，不相信特朗普真的会实施2级制裁。另外，火力军之前也说了，俄军内部有传递夸张战报的传统，因此普京在虚假战报中迷失。其接收到的信息是，乌克兰前线将在2到3个月内崩溃，俄军将很快夺取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剩余地区。这种认知偏差下，俄罗斯怎么可能停火？而且普京一再强调，只有完全占领乌东4州，俄罗斯才会考虑停火。现在就看特朗普会不会再给俄罗斯机会，如延长最后期限时间等。至于乌克兰的态度，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演讲中表示，压力正在起作用，俄罗斯现在似乎更倾向于停火。纽约时报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会见普京和泽连斯基，以彻底解决俄乌战争。后续情况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虽然此轮会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近期美国为结束俄乌战争的行动还是值得肯定的。首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0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据悉，该援助计划分为2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一份价值1.04亿美元的武器合同，用于 M777 榴弹炮及相关设备的维修服务、技术支持和设备销售。这部分将主要由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作为承包商执行。另一部分是一份价值995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支持安全援助项目的运输和物流服务。该合同的承包商将从已获批准的美国供应商中选出。其次，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会谈后宣布，两国计划在未来18个月内启动3个联合矿产开采项目。据悉，这些项目基于两国于2025年4月30日签署的一项关于地下资源的双边协议。该协议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名为美乌重建投资资金的联合基金，基金由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管理。乌克兰将把未来新发放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的50%开采收入投入该基金。与此同时，双方正在努力扩大该基金的授权范围，以便其未来也能投资于国防领域。如除矿产合作外，双方还讨论了在国防领域的合作，包括国防投资、无人机购买协议以及采购美国武器的可能性等等。现在来看，矿产协议算是一种美乌双赢的协议。最后，特朗普还将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发起制裁。特朗普认为油价下跌是结束战争的关键。他称，如果油价再跌10美元每桶，俄罗斯将因为糟糕的经济停止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能源经济了。战争研究所报道称，由于印度与俄罗斯的持续经济合作，特朗普于8月6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从8月31日开始对印度再额外征收25%的关税。这直接把印度打懵了。印度外交部在最新声明中大呼这些行动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本国利益，但空喊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如果印度放弃购买俄罗斯石油，那么25%的关税或许就能取消。现在就看印度如何做出选择了。至于加征关税会带来什么变化，首先要明确，
美国加征关税是美国的自由，其对象均是向美国进口商收取的，这个钱是美国进口商支付的。而加征关税后会出现3种变化：其一，美国进口商将关税成本全部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这将导致终端价格变高，买的人就少了，届时进口商将不得不减少从印度进口的数量，印度就赚不到之前那么多钱了。其二，美国进口商要求印度出口商承担部分成本，自身承担一些，终端承担一些，但美国消费者可能还是嫌贵，买的人变少，反向导致进口商减少从印度进口的数量，印度还是赚不到那么多钱。其三，美国进口商直接寻找更便宜的替代品，完全不从印度进口，印度直接没钱赚。总之，美国加征关税将让莫迪政府少赚数百亿美元。而且白宫表示，美国可能会将类似的关税扩大到其他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后续美国关税变化，火力军将第一时间关注报道。战场方向，俄罗斯边境州现在真成了乌克兰的后花园。一切如火力军预料一般，8月2日前后，乌克兰特种部队攻入布良斯克7公里，炸断查塔河大桥，切断俄军长达16公里的补给线后，乌军对布良斯克的整体行动就在不断加强，尤其是空中无人机总能趁着夜色长驱直入。据阿斯特拉频道报道，8月6日夜间，乌军突袭了布良斯克的金属和技术工厂和一座边境油库。流出的画面显示，俄军工厂升腾起了巨大黑烟，而油库则发生了大范围火灾。与此同时，俄罗斯的重工业基地罗斯托夫也遭到重击，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目前仅有当地居民表示，有数辆俄军的货运列车被烧毁，铁路线已被迫停运。有意思的是，据开源情报报道，在这2天的罗斯托夫拦截行动中，俄军的 S-300防空系统在拦截空袭时发生失误，发射的导弹径直砸向了自家的军事基地，并波及了附近的居民区。具体位置在巴泰斯克以西7公里的奥沃什诺伊村附近。现场视频显示，当时这一带扬起黑烟，并先后传出了至少5起巨响，很可能基地内的弹药库被点燃，发生了2次爆炸。当地人还表示，看到了大量的救护车频繁出入这里。目前俄方则尚未做出评论。不过，俄军 S-300发射失误已经是常有的事，仅仅在7月23日就发生过一次。当时乌军正在猛攻索契机场的油库，俄方启动 S-300试图拦截，但防空导弹发射失败，击中了本方的目标，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在克里米亚战场，自俄乌战争以来，乌军更是击毁了多套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其中有的甚至是直接用无人机完成的。由此可见，乌军的无人系统在战争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乌克兰还推出了一款新型的地面无人机，外观看起来像是结合了装甲车的作战机器人。据悉，这款名为Zimijaudo 的系统不仅能够抵御反步兵地雷，还能承受 FPV 无人机的多次打击，续航里程达到了50公里，牵引力为700公斤，可克服沼泽、沙地和雪地等极端地形。俄乌战场现在真的越来越像未来战争了，士兵只需在后方操作室内就能发起打击，人肉冲锋或将成为过去式。此外，乌军还对库尔斯克俄军展开了无人机打击，并成功突破了无线电系统的干扰，成功摧毁了俄军一门 BM-21多管火箭炮，打掉了它的发射器。这里和其他边境州一样，一直是乌军重点攻击的俄边境要塞。这几天，俄罗斯甚至因交通和能源系统持续遭受重创，传出了莫斯科方面在和谈条件中加入了空中停火的选项。这不得不让火力军感慨，若是几个月前乌克兰没有同意暂停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恐怕现在战况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斯克战役时至今日已经满打满算1年了。2024年8月6日，乌军在总司令希尔斯基的调动下，突然向库尔斯克发动猛攻。紧接着，乌军在短短数天内就占领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上百个定居点。这是2战以来俄本土首次被外国军队攻破。自那之后的大半年中，乌军都在这里建起了缓冲区。尽管在今年3月，由于美国突然切断情报卫星，导致乌军不得不撤出库尔斯克，但他们仍然时常在边境发起突袭。所以，自库尔斯克战役开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起到了牵制俄军支援乌克兰战场的作用。泽连斯基也在8月6日的周年纪念日上对库尔斯克行动给予了肯定，并强调依然会在边境展开打击。如今，美国的立场再次偏向乌克兰，美联社就披露，北约已开始协调向乌克兰定期运送大规模的武器，预计8月将陆续有2批装备发往基辅。至于武器种类，取决于乌军的优先需求，因此其大概率是防空系统。而稍早时候，荷兰以第一个站出来，拿出5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紧接着，北欧3国挪威、瑞典和丹麦也宣布联合资助4.87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美式装备。总之，乌军的弹药已经得到了有效支援。在俄罗斯石油收入不断暴跌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的举动可能会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前线方向各大战线出现了新的危机。
苏美方向，乌克兰国家边防警卫队发言人安德烈·德姆琴科上校8月6日表示，俄军破坏和侦察小组虽未停止行动，但数量有了大幅减少。同时，乌方警告称，苏美俄军正在为攻击无人机配备 PTM-3 反坦克地雷，试图通过在田野布置地雷，阻止乌军的进一步反攻。哈尔科夫方向，战争研究所援引一名俄军事博主的话称，经过1年多的战斗，俄军终于占领了整个沃夫昌斯克北部，包括所有谷料场。而乌军方面，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空袭了哈尔科夫的米洛沃一带，在无人机部队提前完成侦测后，乌军战机随即锁定俄军据点，随即发射导弹，精准将其摧毁。据悉，该俄军据点包括一个指挥所和2座仓库。库皮扬斯克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可能已推进到库皮扬斯克西郊，威胁到了乌军重要的地面交通线。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正在向索波利夫卡以南推进，其可能已经夺取了索波利夫卡和米尔内。对此，一名俄军事博主分析称，俄军可能借此机会火力控制 H26高速公路，以拦截乌军的补给运输。战争研究此前评估称，俄军拿下库皮扬斯克方式可能是通过包围并截断补给来迫使乌军后撤，并称俄军若是占领库皮扬斯克，其之后至少有3种可扩大战果的方案。其一是俄军可能会继续向库皮扬斯克以西向舍普琴科韦推进，或向库皮扬斯克西北部向大波尔卢克推进，以支持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缓冲区。其二是俄军指挥部可能会重新确定夺取博罗瓦和莱曼方向奥斯基尔河东岸其余部分的优先顺序，以夺取卢甘斯克州其余部分，或为未来对顿涅茨克州的堡垒带发动进攻提供基础。最后则是俄军指挥部可能会将库皮扬斯克的部队转移到其他地区，如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或红军村方向，以完成普京定下的最初战略目标。顿涅茨克州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正向其西南部反攻推进，且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乌军掐断了巴赫穆特通往恰索夫亚尔的俄军补给线，目前战斗正在进行中。托列茨克方向，一名隶属于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乌克兰消息人士声称，俄军第103摩托化步兵团在第238炮兵旅贝尔库特大队的无人机掩护下，正在谢尔比尼夫卡附近发动攻击，以拦截乌克兰的后勤。俄方消息则称，俄军已经到达克列班比克水库，并对该地区的乌军补给线建立了火控，且已部分包围了保卫卡捷列尼夫卡、谢尔比尼夫卡和克列班比克的乌军，详细状况有待进一步确认。红军村方向，乌总参谋部8月5日否认有关俄军包围红军村乌军的说法后，乌军成功将俄军从东北部的切尔沃尼利曼、东南部的利斯夫卡附近击退。科斯特扬迪尼夫、恰索夫亚尔、托列茨克方向，俄军试图合围缺口，但推进受阻。一名乌军士官声称，俄军目前正在红军村发动持续且无限的步兵攻击，并为其调动了俄魔方先进无人技术中心的无人机操作员，来切断红军村乌军的补给通道。南部战场，俄乌双方继续展开激战。昨天，一架米格29就朝俄军基地投掷了 GBU-62制导炸弹，将其击毁。基辅方面公布了战机从起飞到完成打击的全过程。经过北约升级改造后的米格29，俨然已经成为如今乌军最频繁使用的战机。接着，在赫尔松地区，俄军的无人机操作部队企图向居民区发动袭击，但很快被乌军瞄准。乌克兰空军向俄军的操作阵地展开了毁灭性打击，直接夷平了这块区域。不过，由于俄军破坏了赫尔松市连接克拉贝尔岛桥梁，影响到岛上1800名居民的生活，因此乌方决定将岛上居民疏散到后方安全区域。最后，乌军还突袭了俄军一个大型野战军火库，前线俄军拍摄的视频清楚地记录了火灾的规模，画面中是不断蔓延的大火和剧烈的爆炸声。此外，乌军辟谣了俄军占领赫尔松、第聂伯河三角洲岛屿的虚假报道。其南部战区发言人沃洛申中校8月5日表示，俄军近日派出小股部队，试图夺取第聂伯罗三角洲岛屿，但都被乌军击退。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俄军侦察小组在赫尔松登陆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值得注意的是，昨天火力军看到一段战场视频，如今乌克兰前线旷野上，双方光纤无人机的线路在太阳下闪光，这样的场景令人唏嘘。战场之外，俄军携炸药的无人机闯入立陶宛，引起了北约的密切关注。据希望之声报道，7月28日时，一架被发现携带爆炸物的俄军无人机自白俄罗斯闯入立陶宛领空。结合目击者的陈述，这架俄军无人机
飞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部分地区，最终于8月1日在当地一处军事训练区被成功击落。立陶宛方面表示，这是一架名为非洲局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攻击与侦察任务。其外交部长布德里斯为此致函北约秘书长吕特，称这起事件只是近期多起类似事件之一，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扩散至北约领土的警讯，因此请求北约立即采取行动，强化立陶宛的防空能力，其中包括由北约盟国进行空中巡逻。同时，布德里斯还向白俄罗斯放出呼吁，必须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并警告说，如果白俄罗斯不采取行动，立陶宛将做出反应。但我们知道，俄军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时，其飞行路线经常会穿越白俄罗斯领空，因此指望白俄罗斯做出改变，怕是有些难度。而且，俄军入侵他国领空已是常有的事。2023年至2024年，波兰、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等国均有俄军无人机或军机短暂闯入的事件发生。一些专家分析认为，俄军的行为一方面是在检验北约防空链路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在向外界传递边界模糊的信号。如在过去几个月中，波兰边境就发现了俄制侦察设备，爱沙尼亚也曾遭到俄军战机闯入，罗马尼亚更是抓到了俄军侦察小组等等。目前，立陶宛国防部长多维尔·萨卡利内已经表示，立陶宛正组建配备短程武器的机动防空部队，以应对俄军无人机的威胁。其中，在西奥利艾基地，立陶宛为其增配了多型反无人机导弹系统，首都周边更是构建临时防护带。另外，立陶宛还计划2026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3.2%，并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合建联合雷达网。同时，立陶宛与波兰、拉脱维亚等国发出联合呼吁，要求北约加快东翼军事与信息防护的一体化进程。北约方面则回复道，正密切关注局势，称欧洲盟军统帅上将亚历克斯·格林科维奇有权决定他认为必要的应对措施。盟国也正在采购和开发侦测与反制无人机的能力。目前，一些预防行动已经开启。如北约通报称，在接到立陶宛的通报后，部署于立陶宛西奥利艾空军基地的西班牙、德国战机已从训练模式转向战斗状态，随时可以执行摧毁指令。此外，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第5条虽未被触发，但北约高层警告，若有成员国遭遇武装攻击，将启动一切必要措施。亚洲方面，日本最近也是动作频频，引起关注。其不仅要与美国接连完成2场大的军演，其还与澳大利亚达成了2战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武器出口合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首次对外出口护卫舰，而购买方是澳大利亚。报道称，这是日本首个向外国出口大型成品武器装备的例子，也是第2次向外国出口成品武器。此前，日本仅向菲律宾出口过管制雷达。具体情况是这样的：2024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为其海军采购11艘通用护卫舰的计划，日本、西班牙、韩国和德国的舰艇被列为候选。而本月5号，报道援引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澳大利亚政府已告诉日本政府，最上级护卫舰在竞标中胜出。据悉，此次交易的总价约为65亿美元，其中3艘将在日本建造，其余8艘则将在澳洲生产。具体合作国家尚待选定。报道称，这些最上级护卫舰将取代澳大利亚逐步退役的安塞级护卫舰。后者的服役年限约为30年。最上级护卫舰的销售对于日本的武器出口产业来说是一个突破，因为日本正在努力扩大其武器出口，这是在解除长达数十年的自我禁令后的成果。要知道，日本在2战后采取了禁令，以表达对战争的否定，并逐步限制自己，最终完全禁止武器出口。然而2014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部分解除该禁令，允许与友好国家进行有限的出口和武器开发。6年后，日本向菲律宾出售了价值1亿美元的空中监视雷达系统。2023年时，日本再次修订政策，允许其公司向伙伴国家出售致命武器，于是就有了此次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售。其在竞争中连续击败了来自德国、西班牙和韩国的其他舰艇，成为澳洲的选择。这些护卫舰长约130米，是全球最新的军舰之一，首艘于2019年建造，并于2022年正式服役。其配备了2具4连装17型反舰导弹发射器、2具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1门马克45舰炮、2座12.7毫米遥控武器系统、2具马克32鱼雷发射管，以及后部可容纳海鹰直升机或无人机的空间。升级版的护卫舰则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但尚不清楚澳大利亚是否会购买此型号。最上级护卫舰的一个主要卖点是其许多功能，如导航和武器操作都是自动化的，这使得仅需90人就能操作，而同类型的军舰通常需要多达200人的船员。澳大利亚引入这批军舰将显著提升海军的作战范围与能力，以保护海上重要贸易航线。首艘预计将于2034年交付。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